好，谢谢大家。稍等。现场的各位领导，然后各位同行，以及广大的线上的这个PickPM 的用户，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刘浩，是来自艾尔纳。我也是一个奋斗在一线的这个结构工程师啊。所以说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从一个工程师的角度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软件吧，怎么用到这个实际项目中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然后更好的控制造价，以及提高控制我们的设计质量当然也简单提一下我们的这个软件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原理吧。首先来看智能化设计，我们来看一下工作流程啊。传统的设计，是这样一个流程，就是刚才刘总也提了，是一个不断试错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的 PickPM 之前只是具有虽然自动化程度非常高了啊，但是呢，它也只是具备了一次性的分析和构建验算的能力。但是呢，对于这个结果的判断以及模型的修改，还需要工程师去参与，这就导致了实际上呢，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而且非常依赖经验的这样的话，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和没有经验的，他可能要试的次数很多有经验的话，可能也要试个几次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智能化辅助设计之后呢，我们这个流程就变成这样的了。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 PickPM 软件呢，由于有了这个算法的加持之后它就不光是具有了一次性计算的能力，它还具有了这个自主的结果判断自主的模型修改的这样一个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把这样一个之前的人工试错的这样一个过程用算法来代替了我们工程师去哪了？工程师就到下面人工审阅它算出来的这个方案是不是合适，哪些地方需要调整这是一个给我们这个工作流程吧带来的一些变化。那这张图呢，刚才刘总的 PPT 也展示了，我这边再给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工程师和软件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过去的 PickPM 软件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工具我们用它去做一些模型分析和验算有了这个算法的加持之后呢我想 PickPM 就不单是一个工具了。从我们这个模块的名字就能看出来，它应该是一个助手，会是我们的一个伙伴。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我们一个项目的设计中呢，我们往往可能要提出，尤其是在早期会提出很多的方案，不同的方向那过去呢，我们结构工程师可能自己去仔细的去调每个模型、每个方案，或者说呢，我们项目里边的不同的同事可能每人分一个方案自己去调，然后最终去汇总去看这样一个计算结果，哪个方案更好，哪个方案有什么优缺点这是过去。那么现在呢，有了这款软件之后呢我们就有了我们工程师自己就有了很多的伙伴和助手了那你就可以交给他去做这个事儿了。那他帮我们做完每一个方案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去判断每一个方案它的优劣。大概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有了算法加持之后呢，我们这个工具和工程师的关系也会发生这个变化。那接下来呢，简单介绍一下基本的原理吧，不会特别深入，因为我们也都不是专门搞算法的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技术路线大概大家一听到智能的话呢，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这一块确实可能大家最近也比较热这一块这个话题呢，确实是在人工智能在最近尤其是最近在各行各业确实展现出了它非常强大的这个能力也是一个我们智能结构计算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线。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或者说同等重要的呢，就是计算优化它这个名字叫优化大家不要误解，就是说它只能干优化这个事儿它实际上呢，如果应用的合适的话呢，它就能够具有一定的智能，或者说自主调整这个模型的一个能力。有这么两条技术路线它当然各有优缺点了。我们来看一下人工智能它有什么特点？
首先呢，它可以学习之前的一些经验，我们这经验都是作为样本去训练的嘛，它可以学习之前的经验泛化能力很强但是呢，它的缺点也恰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对这个样本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是很高的。那这一点呢，我们这个行业区别于其他的行业，比如说一些个人脸识别。一些图像的识别和生成等等，那样的话，那个行业它的这个样本量很大，很容易得到，而且质量也能保证。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样本量有多少我们的样本的质量是不是都是同一水准的？这个很难做到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样本的数量和质量呢，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另外第3条我写的是。模仿容易，超越难，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 AI 训练完了之后呢，如果训练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呢，它确实能够达到这个样本的一个设计水平但是如果说你要让它超越这个样本的水平，那往往是很难的这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AI 在我们行业内应用的话呢，它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这个最后一条，可解释性差，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解释性。就是说这个模型训练完了之后。你要用的时候呢，你输给他一张图片或者一个基本的建筑的图纸，那他可能会很短时间就给你一个结构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怎么来的这个方案是不是真的好你敢不敢用？这个他都没有告诉你，他只是告诉你了有一个方案在这儿了。这就是这不光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问题这也是这个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在其他行业应用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可解释性很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优化技术。那么它当然了，优化技术它可能就不能考虑之前的经验了因为它是专门针对你这个具体问题去求解的它可能就不带有之前的一些经验它的泛化能力也很弱。那么同样也是它的好处，就是在它不依赖于这个样本你只要这样一个问题你给它描述清楚了，那它就自动的去给你求解了。这是它的优点。另外呢，第3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容易实现超越，就是说算法会自动的去在设计空间内去搜索它不依赖于之前的样本那这样的话呢，根据我们之前的经验这么多项目它往往算法调出来的这个模型往往不管是从这个设计的合理性以及这个材料用量，包括这个成本方面的话呢都会比我们工程师自己调整的模型呢会好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工程师毕竟试算的次数有限，而且呢那个经验方面呢可能也不是所有同事都有那么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是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很容易就实现超越。那么第4点呢，也是这个相对于这个 AI 来说呢，它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说很强的可解释性。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来的，怎么推导出来的？那他都给你，刚才林博士那边也介绍了，所有的推断的过程你都能看到你可以回到任何一步这个是它的可解释性非常强，它有非常强的这个数据的支撑这是这个优化这个技术当然了，最好的就是下面这个把这2者结合起来，就是人工智能加上优化的技术可以说呢，我们这个 PicoPM AID 这个模块呢，实际上就是采用的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它主要是为了这个充分的利用这2种技术路线的优势，同时呢，尽量的避免它们的缺点。它具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同时呢，对样本的数量、质量要求不高容易实现超越，具有很强的可解释性这个是我们这个模块的一些优点吧。接下来那个人工智能这个话题非常的广泛或者说我在这里就不太展开了，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有所了解了。那么现在花点时间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优化这个的一些基本概念。可能刚才刘总也提到，我这边再仔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优化呢，在数学层面实际上就是求一个函数的一个数学函数的最小值。我们上学的时候可能经常去求解这样一个求个导就可能出来了。但是实际问题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它往往涉及的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些变量比如说我们可以调一些强度的截面厚度包括几何、拓扑等等，这就是我们的变量
那么我们的约束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墙厚，比如说只能在300和600之内去变，你不能大于600或者说你不能再小了那么一些整体指标呢，比如说位移角周期比等等，这都是我们的约束。那么目标呢，就是我们要最小化的东西我有可能最大化，但是呢都可以转变成一个最小化的问题去求解。那么最小化那包括什么呢？大家都很理解，有可能是造价，有可能是总质量当然我们这个模块呢，当然也支持的是你把某些个指标作为这个目标，因为有些时候呢你确实是想看到我在这样我设定的约束条件之内我这个位移角最好能做到多少，我的位移比周期比最好能做到多少。那你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你就不用把总造价、总质量，把这个经济性作为一个目标了。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一些关键你关注的指标呢，作为一个目标，让它去给你自动去调整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几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刚才那个比较枯燥，这个大家都用过导航。我们从一个起点到一个终点输到里边去之后呢我们这个变量是什么呢？变量就是调这个路线了，我怎么调？我走5环还是走4环，对不对？这是这个变量。那么我们的约束是什么呢？约束就是我们得告诉他，我们是坐公交去，我们还是驾车呀，还是步行、骑行等等，这是我们的约束。就是说我们要定义这样一个问题嘛我们的约束。那我们的目标有什么呢？它提供了，比如说有一个最短路径最短路径距离最短，还有一个不走高速，或者说费用最低尽量不花钱，少花钱，那就是另外一个目标。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避免拥堵就是时间最短的一个等等，这都是一个目标。当然它这个地图呢还默认给我们一个推荐的路线，也就是它可能算法里边就是把这几点呢都综合考虑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算法也提供了这么一个综合考虑的一个目标，比如说造价和量高也会有个综合考虑。那么这个地图这个呢，它也有这个推荐的综合的一个目标给到我们。那这个例子呢很简单，但是呢很直观的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优化算法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同时也说明了什么呢？优化算法离我们工程师呢每个人呢并不遥远，它并不是只存在于数学层面它实际上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都对我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算法的分类算法的分类的方法有很多那这个呢只是从一些底层的数学这个方面呢来分一下，大概分这么3类。刚才刘总可能也简单提到了。那第一类呢就是数学类的算法第二类就是仿生进化类，第3类是优化准则。我简单都介绍一下数学类的呢就是这个数学家数学专家，专门做数学的他是研究的一些专门解决数学问题的吧一些方法，他经过了严格的数学的证明什么样的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收敛，不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就不能收敛这是数学类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仿生进化类的，这个可能这些方法就不是专门的数学家提出来的了，他可能是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各自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呢，受到了自然界的一些启发想到了这个可以用在我这个研究中，那么这样的话自然就形成了很多的这样的受自然界启发的一些进化类的算法，很多我这只是列了这么4个那么的话呢它由于是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一些行为它往往就会需要很大的计算量，很多的模型的分析次数这也是进化类算法的一个问题吧那另外一类呢就是这个优化准则法什么叫优化准则？可能大家也有所了解就是满盈利类似的一些方法吧，就是我们的优化准则。它是怎么呢？它是我们的结构工程师提出来的比如说他要优化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可能第一印象可能就会想到我是不是把所有构件的应力比做到1.0，是不是就是最优的一个方案？虽然说这个概念可能不是完全对不是所有的构件都在1.0都是最优的这个也没有严格的数学证明，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实际项目这就够了我们的精度不需要数学层面的最优解我们只要是达到我们这个准则，我提出这个准则之后达到我这个准则我就满意了。所以说呢这就是工程师根据自己的问题呢提出了一个准则
啊，那我们设法让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满足这个准则啊，就 OK 了。那这是准则法，它也没有严格的数学证明，但是它在实际项目中确实证明是有效的啊。这类的方法也有很多，我这只是列了2个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么多的方法啊，咱们也不是搞算法的。那么每种算法它的优缺点，它怎么去选择，怎么去用呢？要去比较各种算法它的好坏的话呢，必须要提到下面一个定理啊，就是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个定理。大家可能有些时候可能已经听到过这样一个定理啊。它这个定理呢，实际是在机器学习、结构优化等等方面吧，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定理。它已经被严谨的数学专家经过严格的证明啊是成立的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对于所有可能函数的相互补偿啊，各算法是等价的。也就是说算法没有好坏，对于咱们世间存在的所有可能的函数来说是等价的，没有好坏之分。那么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没有一个算法呢在任何领域总是产生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管采用任何的一个学习算法吧，那么只有至少就存在一个函数，那么你这个算法还比不上我随机乱猜好啊。这就是它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这个算法你的好坏呢，也就是下面这个吧，就是说在脱离实际问题的情况下呢，空谈这个算法的好坏是没有意义的啊。你要谈算法的优劣，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啊，这是一个基本定理。那么在这个定理下框架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结构问题，它有什么特点啊？首先第一个黑箱，大家可能也了解了，黑箱字面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啊，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学方程长得什么样子的，不像一个真正的数学问题啊，等于 x 平方加 y 的平方等等，有具体的公式，我们这个是不知道公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函数这个样子是长得什么样子的，不知道，这个就叫黑箱。那么另外大家想想，我们这个行业还有什么特点？就是这个单次的函数清解成本非常高啊，它不像我们的数学问题啊，那个1秒之内这个几千次、几万次的运算，都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啊，求解一次要多长时间？可能大家都了解啊，都是用永恒元器算的啊，然后短的可能几分钟啊，长的半小时都有可能。那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特点。那由于存在这2个特点呢，就能分出来，就是说上面我提到那些算法，可能有一大部分就用不到实际项目中。它可能在研究可以用，有些论文中可以用啊，但是到实际问题我们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往往可能就不是特别好用了。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法呢？我这提了两条路线啊。第一条就是我们要追求高效的算法了，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加上 AI， 要提高这个在算法底层去做工作，要提高这个高效的算法。那么另外一条路径就是我在算法层面就不做工作了啊，我就用硬件去给你拼上就行了，就是进化算法加上大规模的并行计算。注意大家这里面的并行计算可不是1、2台电脑的并行啊，那种意思。我这解释是大规模的并行计算啊，这个一会儿可以有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解释。这个大规模要规模到大到什么程度？当然了，我们这个 PickPM AID 这个软件的底层的算法呢，我们采用的就是要追求高效的算法。当然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提供并行的计算。这样的话呢，我们高效的算法再加上并行的计算呢，就会把我们的算法更高效。下面具体说一下我们这个软件提供的算法吧。我们现在内置了2种算法啊，一种是通用算法，一种是加强算法。那么可以说这2种算法它的效率啊都远远大于遗传算法。这个一会儿有一个例子简单解释啊。它的效率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体现在了我们的模型分析次数上啊。那个谁能把这个模型分析次数控制最低，那这个算法就叫做高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概念啊。并不是说我们模型分析一次啊，我们这个 PickPM 模型分析一次的时间啊。那么通用算法实际上是我们默认的算法，它可以解决80%的问题，据我们的经验。那么有些问题可能它搞不定了，那么就
我们还提供了加强算法，就可以换成加强算法去试。那么它呢是多点同步搜索，那么精度呢要高于这个通用算法啊，但是它的效率也是基本上持平，或者说略微差一点点。那么它也适用于这个复杂的结构，以及咱们设置的变量啊，那个范围变化比较大的一个，我们默认的是0.8到1.2这么一个范围。那么有些情况下呢，可能它会调到0.1，甚至到10这么一个范围啊，这个范围特别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用这个加强算法。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研究算法的可能都要用的这个例子去验证一下的啊。这是一个平面的10个杆件的一个行架啊，我们在端部加了一个荷载啊，向下的，我们要控制这个位移挠度不能超过2毫米。那我们去做这样一个优化问题，可能咱们工程师啊，凭着经验，大家也能知道啊哪个杆有效，哪个杆没效啊，也能基本上能够判断出来是这样一个构型。但是呢，我们来看看算法是怎么去做的左侧这个呢是在一篇论文中摘选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它的每一列呢就是这个每一种方法。这里边呢，所有的都是进化类的算法啊，只是说进化类还有不同嘛，不同的进化类的算法。那么，我标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有限元的分析次数，大家可以看是什么量级啊，8000、8000、40000、5000，他这篇论文做了一些改进，还是3000，也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10个变量要上千次的求解。当然，它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因为它的变量的范围非常大，因为它要把这个杆件的面积不是从0.8到1.2这么调整啊，它是要变到没有啊，它要到0.01大的呢，它可能要2倍、3倍，比这个初始截面相比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这个，并不是说它这个例子非常简单，但是它这个对于算法的求解来说，实际上难度还挺大的。所以说你看它这个至少几千次的迭代。所以说我理解就是说，刚才说的大规模的并行计算呢，实际上呢，你起码并行的要是几十、上百的这种并行，才能够有效的去用这个计划算法。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这个PicoPM AID 它用的算法大概多少次呢？60次这是我们这个可以说这个效率提高很多就是效率就体现在我们的模型分析次数减少很多，60次。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呢就能够保证我们的算法真的能用到实际项目中。你要是3000次，它也可以用在实际项目中但是呢，它的效果肯定就不好。你提出一个方案来，它1天、2天、3天才给你一个结果，我相信工程师肯定不会等它，即使用它也不会等它。你可以提交一个模型给它跑着，你自己还要去手调，因为的话你不知道它出来结果怎么样，跑了3天。不 OK， 那还得重来，对不对？那这样一个算法呢，我觉得能用，但是呢，它的效率不是这个非常理想。那我们的算法呢，就避免了这种问题，是专门针对实际问题去开发的这个保证大家是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吧能够得到一个这个合理的结果。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在说到算法的时候，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满应力的算法。我们这个模块也内置了满应力的算法。刚才刘总那边也介绍了这个例子，就是水立方。那么除了我们 PicoPM 这个软件可能市面上其他软件也都有一些满应力的这个算法。我想大家第一印象对于满应力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钢结构构建，因为只有钢结构有应力嘛。对吧？其他的混凝土没有应力，包括 SRC、CFT 的都没有应力的，那只有钢结构有应力。所以说呢，一体满应力都是钢结构。那么大跨结构，包括行架呀、网鞘这些这是我们过去对满应力的印象当然，它解决的问题也只是解决应力比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这个模块中呢，我们在算法层面虽然叫满应力，实际上它在算法层面已经完全跟它不是一个含义了。我们进行了极大的扩展，大家看一下。刚才林博士那边也稍微介绍了一下，我这边再着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从钢结构构建呢，扩展到了混凝土 SRC、CFT。我后面注意就是
任意的截面类型，也就是说咱们 PickPM 支持的任意的截面类型我们这个模块都可以用那么由此衍生而来的就是结构类型了从大跨结构我们扩展到了框架、剪力墙、高层地库任意的结构类型都可以去用这个模块去做自动化的设计那么它能考虑哪些指标呢？从应力比呢也扩展到了配筋率、轴压比、宽厚比、强制稳定等等，我这列不开了。最后一条就是任意的构建指标规范规定的 PickPM 支持的，我们这个模块都可以考虑不光是只是从配筋率的层面去考虑我们任意的这个构建这种构建类型，比如说 CFT， 比如说 SRC， 因为 CFT 和 SRC 它的规范的要求可能不一样那每一种界面类型的所有的指标我们都可以考虑。这个是从算法层面大家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那么接下来呢，作为一个奋斗在一线的工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有效的在实际项目中去用我们这个软件。首先看应用场景，这个刚才林博士的介绍已经提到了一些我这边再简单介绍。首先呢，我们这个软件能做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完成了一个设计了工程师可能花了很长时间吧，反正做完了一个设计，那么现在用我们这个软件呢，就可以进行优化包括从构建层面要满足整体指标要满足的情况下呢，我们把这个材料用量做到最省控制材料用量这是我们软件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除了这个，如果这个软件仅能做这个的话，它的功能就太单一了除了这个功能呢，我们更推荐的是这样一个场景2，就是正向的智能辅助设计。我想这个可能是在座的工程师更关心的，可能第一条可能是业主更关心的那么第二条是作为我们工程师比较关心。那么它是能干什么呢？我们一个没有调整的模型我们只需要把这几何搭出来把荷载加好了制定一些规则软件就会自动去帮我们去设计了包括从构建的成长力的层面，以及从整体指标层面都会帮我们自动的话把这个模型给调好那这样的话呢，它除了能控制材料用量之外呢，它能够同时呢极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效率这个的话呢，实现起来算法层面实际上并不简单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从一个初始模型什么都不够的模型要把它所有指标都调够，而且呢还要以最经济的方式调够要控制材料用量对不对？这个的话算法层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实现这样一个场景可以说现在可以非常有信心的说，我们的软件完全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到大家了，能够提高效率，同时控制这个材料用量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场景2之后呢，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多方案的比选，刚才也都提到过了一个模型我们可以调，多个模型当然也可以调，而且可以同时调，对不对？那过去呢我们的设计中尤其是在前期概念方案设计中往往有很多的方案比选。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过去我们这个方案比选大概都是总工凭着经验概念性的就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时间每一个方案这么多方案每个都调的话，确实时间上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我们的成本也很高嘛，对不对？那往往就从概念就去确定了。那么这个也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因为它需要总工亲自去拍，也就是说这个它需要很高的很丰富的经验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也没有一些数据上的支撑，就是说你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之后即使你非常有经验，但是呢你是不是有100%的把握这个方案就是最好的这个也很难保证。那么有了这款软件之后呢，这类的问题呢就可以高效的去解决了。那么用这款软件之后呢，你可以比如说举个例子，不同的柱网这个经常可以调的，这在前期又在前期主测量的布置荷载的布置，比如说深壁行架，这个好多同事都问你这能不能调深壁行架呀？比如说我是1道、2道、3道或者没有往往咱们超高层设计往往这个是一个课题去研究的有些可能就直接去凭经验去做了。你这样200-300米的楼，200米的不用，300米的1道等等等等吧，这都是概念，都是经验
那对不对呢？不同的地区可能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有了这样一个软件之后呢，我们怎么做呢？比如说就这个深币行价这个例子，它不同的深币的布置形式啊，它不光是说我一个模型拿过来，我一道深币我就建一道，两道深币建两道，然后去对比，没这么简单。因为它把深币建了之后呢，你要去调模型的，因为深币的数量不同，它的位置不同，那其他构件的截面也需要跟着调的这样才能在同一水准线上去对比。那么有了这款软件之后呢，工程师只需要一个模型，把不同的深币建出来然后呢，所有的方案让软件去做从构件层面，从指标层面都自动化的给我们去设计好了。那我们工程师拿到结果就可以去选择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流程它是具有非常这个多的一个数据的支撑你把这个方案拿到业主，或者业主内部的设计部向他的领导去汇报，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数据的支撑大家这个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不是说我们花了时间，我们也没花太多时间，只要我们用了这款软件没有花太多时间，那么我们还有业主都是拿到非常详实的论据的。那么另外咱们再看这个设计的流程这个设计的流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工程师和软件之间的关系。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工程师和软件的关系现在变成了伙伴的关系、助手的关系。那么这样一个决策的过程它是由工程师和软件共同去做的这么一个决定工程师提大方案，软件负责执行，然后工程师再去负责最终的确定。这是一个工程师和软件之间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互动这是这款软件带给大家的一些改变吧这也是我们这样一款软件和AI 的一个区别。刚才我说了 AI 最大的缺点就是可解释性很差AI 你输一个方案，可能如果说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模型，很训练，它可能很快能拿到一个结果。那这样一个结果可能现在来看可能真的不是特别放心去用，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依据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它就是最好的，它怎么来的？没有。那我们这样一个设计的流程就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这个数据的支撑比如说这个项目过了1年2年，我们再回过来去看当时这个方案是怎么选的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应用场景那么针对每个场景呢，接下来我用一个例子去简单介绍那首先是一个这样一个超高层的一个结构吧框架核心筒的结构体系那可以看到柱截面框架梁墙都经过了精细的设计位移角已经到了1/804那这个位移角已经贴边了那我们怎么去保证位移角的情况下去给它优化材料刚才也都提到了有个设计组的概念。这个设计组的概念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子系统的概念。我们过去呢，我们的工程师的这个经历大部分时间都跟构件层面打交道这个构件够不够？这个构件对位移角的影响程度多大？都是构件层面的那么有了这款软件，有了我们这个设计组的概念之后呢，可以把工程师的这个视野呢提升一个等级，提升到一个子系统的层级去。因为过去大家要不宏观上就谈整个的结构的体系，要不就微观的直接微观到构件层面了中间没有一个过渡，没有把这个系统进行有效的拆解。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设计组或者子系统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模型进行有效的划分之后我们再去看这样一个模型就会非常的清晰。你比如说沿平面上，我们外框柱肯定是一个子系统外框梁肯定是一个，因为它的作用可能不一样然后核心筒也是一个。那核心筒你要细分的话，可能也分外墙和内墙，当然你还可以更细分。这个例子它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正方形如果说是一个扁的，那可能向的墙、歪向的墙可能都是一个子系统，对不对？那咱平面上我们分好子系统，那立面上当然也要分。比如说这个例子我分了7个区1区、2区、3区、4区它这个即使是这个柱子我们知道它重要。那么我们沿竖线的分区，我们过去也是凭着经验去分的。比如说100、100的收就是等均匀的去收了。那这样收的话是不是合理？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去验证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拆成子系统，一共23个变量，23个变量包含2个压行价这个携程1和携程2吧，2个行价。那么我们就用算法去调了，它是怎么调的呢？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造价这个刚才有同事微信也这个刚才微信也跟我说这个刚才林博士举的例子造价有点降得有点低啊，实际上这是跟具体的例子相关的那么现在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大概有5000多万就降到了4000多万位移角同时能控制得住那位移角呢可以曲线基本上是一致的和之前可以看它怎么调的这个绿色的是它减小的，红的是增大的我们可以去判断，你比如说柱子和梁都减小了，墙的话呢虽然是有所增加，但是最底层的墙控制住了。那么它只是沿竖向呢给我们重新的划分了一下，这个布置了一下。那么的话呢，我们的携程呢携程1是增大了，携程2呢是减小了。它这个趋势也给我们分析出来了，和我们经验也能判断就是中间的携程可能更有效顶部的可能没那么有效，这些等等它都能给你分析出来。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有些情况呢，它算法分析出来呢，可能有些时候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判断，这个是时有发生的我们也是经常碰到。那么经过我们的经验往往算法调出来的呢，可能是更合理的因为它确实是做了大量的计算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正向设计的案例我时间关系我快一点这个首先建模，我们把几何做好，把这个荷载加好可以看到这个轴压比都不够都是200后，轴压比都不够，位移角也差得很远。那我们首先呢，用这个界面优选去自动化的去布置每个构件可以看承载力基本上 OK 了我们看这样一个位移大指标，我们知道这个位移角还差一点那我们怎么调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之前的调整呢，可能就要查一下位移角最大点在哪里，哪个地方最弱，我们去看看怎么调这是这个之前的调整。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子系统，我们沿平面上，这个子系统呢不需要你事先判断哪个子系统的有效，哪个子系统没效，你不需要判断这个，你只需要沿平面上、沿几何上给它分好，那竖向给它分好，它就会自动的去找到这样一个最有效的墙去帮我们调好这个位移角调够，同时呢经济性能够保证。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性初始模型肯定是最便宜的，因为什么都不够那界面优选完之后呢，也就是承载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它增加了60万然后指标调整完了之后呢从940调到1000多，那只用了1.8万非常精确那可以看到由于我们这个算法底层做了一些工作之后呢，我们算法不光是优化它能够自动去加材料，也就是说这个正向设计是把这个材料加在最有效的地方，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场景1呢，它是减材料，这是2种不同的应用。那下面就是方案比选，这个框架合金筒外框的形式往往有很多，这个是我们最开始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可能经常碰到的一个课题。是用型钢混土柱混土梁呢，还是用混土柱混土梁，还是用钢管柱钢梁？还有很多就是怎么比选？过去可能就是凭经验就概念性的去拍了现在的话有这个软件，我们就同一个模型，你都不需要建3个模型，一个模型只需要在备选截面里边给它区分。比如说型钢柱的方案，那你就把型钢柱还有纯混土柱的截面放进去。那钢管柱呢，就只放钢管柱的混土的方案就只放混凝土的，那它就自动帮我们去设计了。设计完了之后呢，位移角够了就不调了，位移角不够它就自动调我们位移角那我们很快就会出来这样一个表格有底部柱截面有造价等等。可能建筑师更关心第一列，就是柱截面，不同的方案它的柱截面大小到底是多少？那么造价可能是业主最关心的，那不同的方案对造价的影响多少？这个表格一目了然，非常有这个对我们的决策非常有帮助。可以综合去比选，不一定比选造价最低的也有可能建筑师可能更愿意选一个这个柱截面最小的，都有可能。这是方案比选。那刚才这几个例子都是超高层希望不要给大家误解的是，我们这个模块我们这个程序只能处理超高层超限的类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的。刚才林博士也介绍了，这样一款软件呢，它能解决我们工程师
碰到的任意的一个结构类型、任意的结构体系都是没问题的。包括这个，你看地库这样一个地库的话呢，它这个往往在设计的前期也有很多的方案比选啊，不一定是非超高层才有方案比选，地库也有。那么我们可以去用这个自动化设计啊，可以去调超线，可以去控制造价，当然也可以去减这个梁高，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这个问题也不这么简单啊。减了梁高之后呢，我们的层高就可以减啊。层高减了之后呢，不光是这个结构的成本减小了，它的开发啊等等这种综合成本都会降低的啊。这是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好处。那这是几个案例啊。接下来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就是说我们奥雅纳在这个智能化设计方面也用了很多年了，所以根据我们的经验的话呢，这种智能化的设计呢，它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设计效率，同时呢能够也设计质量也会得到提高，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成本。当然还有一些难点啊，需要一起去努力。好，我这汇报大概是这些，谢谢大家。